夜幕下，大家一起收拾钓具，准备进入水库。伴着天边绚丽的云彩，一艘小船闯入水乡，打破了水库的宁静。昨日仍在西北大地品尝陕西小吃，今天一早却身在江南水乡贪恋朝霞。一种时空的穿梭感萦绕众人心间，让大家恍如梦境。能在这里赏此美景者，可不只有我们。多日前，早有钓友来到这里驻扎。大毛来到钓点，仔细选好钓位。想要在大水面钓得渔获，聚上窝子必不可少。虽然各地钓友聚鱼方法并不相同，可是大毛还是有着他自己的见解。我们昨天夜里到的吧，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起来了，一直在找钓点。想呢是接别人的窝子钓，想的是好的，但是后来一打听，包括鱼塘老板介绍，最近这段时间上鱼上的不是太好了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就是出鱼出的好，天热。现在就是自从降温啊，这个出鱼出的不太好，因为它这个青鱼啊，它不是所有水库到处都走，它在这个区域啊，就是在这个区域，而且鱼呢是练弯，鱼练弯别练滩嘛。这个地方我们这边呢，就相当于靠这边呢，是相当于一个滑尖一样，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深水，我这边像一个半岛，像伸出来一个半岛，整个前面对的是大水面。但是大水面呢，这个鱼来回走的话呢，应该都是从这个方向走。包括我这后面这个地方，就是像悬崖峭壁一样，水很深，只要过去以后，大概都是10多米深。我现在钓的位置呢，大概在6米多，慢慢往这边呢，就是往左手这边来了，就是很明显偏过来1米2米，它就要潜40-50公分、70-80公分。往我的右手这边来呢，就深了。所以我现在就选择的只是一个深浅的交接的地方，而且呢这一块一看，整个前方很宽裕，都是大水面，所以现在我在这边呢就想打个窝子，主要今天就是找钓点打窝子，要钓也可能是明后天钓了，因为钓大鱼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你要如果想到一个地方来了就想把大鱼钓到，这个真的是不现实。但是我跑了这么多地方，也钓过不少大鱼，但是还是一句话，钓大鱼是可遇不可求，包括天气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跑，经常很多地方在上鱼的地方，它上鱼最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都是跟不上的，啊，这其实很简单了，我们就是煮了一点玉米，另外的话呢，我们把金龙的有一点它的底窝料，包括它的那个发酵的玉米啊，跟我们这个煮的玉米都放在一起，因为新煮的玉米呢，它的味道呢就是更纯正一点，就是透着一股谷物的香。但是呢，我们里面又加了一点金龙的它发酵的玉米在里面，因为发酵的饵料呢，它就是针对钓大鱼啊，它会效果更好。这个发酵的玉米跟这个煮熟的玉米两个掺到一起，哎呀，味道真的好闻，我自己都想吃一口。蔡咸水库尽管面积不大，但是水面上小岛星罗棋布，颇有千岛湖的姿态。既然今日不急于做钓，大毛便来到其他小岛拜访一下垂钓多日的钓友们。栏目组每到一地做钓，尽管渔获各有不同，但是在与钓友们的交谈中，总会有不少的收获。听说这边上鱼了，我昨天从宝鸡1000多公里开过来，到这边都12点多了，所以今早我在转，我要看看哪个地方上鱼上的好。他们说你们这边上鱼上的好。这边还可以，马马虎虎吧。一天有几口啊？一天还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？这个说不清楚，有的时候24小时没口，但要有口的话，会连续来的。哦，那就鱼一进窝子就连续吃了。对，所以还是青鱼还是嘛，主要是不管你怎么样，就是要让它进窝子，一进窝子就吃了。它有个一进它进窝子在上面翻吗？能看到翻吗？看到这个，但是这个水库翻三尾巴很少。三尾巴很少是吧？对。啊，青鱼这只要三尾巴马上就吃。对，今天太平。
有了钓友对鱼情的描述和自己的经验，大毛对鱼口的出现并不急迫了。第3天清晨，大毛来到水边调配饵料，准备开始针对大鱼的蹲守。昨日窝点是否聚来了鱼啊？大家并不得知。可是杆子不在水里，又怎会有鱼儿上钩呢？超诱呢，我加上30%，这款是广谱型的，就几乎走到哪，我应该要钓鱼，我都会用它。开口料我也是加到30%。黄稻草加40%。你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用这个米汁釉去收水，因为在水库钓嘛，它应该都是小鱼很多。如果你的饵料的这个粘度不够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小鱼啊会越招越多的。如果小鱼太多了，你饵料太雾化了，真的可能到不了底。饵料还是一次性让它把水吃透。其实有的钓友啊，经常在问说：“哎呀，我们钓鱼想钓什么鱼，不知道用什么饵。”其实真的说心里话，因为我们钓这么多年鱼了，草鱼的饵料它不一定不钓鲤鱼，鲤鱼的饵料也不一定草鱼不吃钩，就是真的钓无定律，只能讲。我们钓鲤鱼的时候呢，这鲤鱼的饵料可能它动物蛋白含量多一点，就是针对钓鲤鱼。但是草鱼、鲫鱼它一定只要在窝子里面，它一定会吃，并不是说我草鱼饵就一定钓草鱼，鲤鱼饵就一定钓鲤鱼。也可能我今天是用的我们黄稻草，用的超诱，用的这个开口料，可能下去第一竿子就钓的是鲤鱼。这个所以没办法说所谓的钓无定律。所以人家常讲的，没有一款万能的饵，也没有一只万能的漂嘛。在钓的变化当中，经常有变化的。还是老生常谈吧。顺手把你自己这些包装袋带走。既然是直奔大鱼而来，大毛自然有着不同以往的钓法，没有往日快节奏的挥竿，静静等待成为了做钓的主旋律。主攻手竿的大毛并没有厚此薄彼，放弃远处水域，放下树枝滑漂，有同行钓友照野看守，一同静候大鱼的到来。我今天用的是剑五里的这个休闲版的8米1的杆子，它的水深现在啊，大概将近有7米深吧。你能看到这个浮漂啊，我的浮漂应该能看到，应该差不多有7米深了。8米1的杆子嘛，7米深多喽。你看我的底下有将近40公分到50公分，这个浮漂跟杆尖应该超过7米了。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江西钓的话呢，水太浅，也是用了8米1的杆子，也是钓它的青鱼，水深只有2米深，所以没办法钓。所以它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手竿有搏一下的这个机会。而且他们很多钓友啊，也是用手竿在这钓，用7米啊、6米3的基竿，手竿都有钓到过的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想用8米1的竿，因为杆子越长呢，它的控鱼啊效果越好。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款休闲版的这个8米1的这个剑五里。这杆子真的最近用它没少钓大鱼，这一路来都是用它在钓。线我用的是10号大线，我也没准备，就准备跟它硬干吧。用了10号大线，10号的清风，
用的15号的伊势尼，我还是一根通线，因为每次我要是针对目标鱼要确定的话呢，我会线用的也大，而且呢是用通线，因为用2把钩子呢，我们经常跑鱼，就是一个呢搭桥，一个呢就是水底下的障碍物多了以后啊，容易缠。一旦有一把钩挂到地下的这个障碍物的话呢，可能这个鱼就会跑。还有一个呢，它就是鱼大了以后它容易搭桥。因为我现在杆子就不敢打满线了，因为鱼我们针对就是它的大的青鱼。如果真的大的青鱼的话呢，如果我再打满线的话呢，中鱼以后根本就拉不起来。你看我现在是用的8米的杆子，差不多我也只钓到6米多，连7米的位置都不到。我身后这个是赵爷，跟我们从银川打完比赛以后一路都跟过来了。他现在呢负责在看这个基钓竿。王老师，哎怎么样？你好，顾总。你好不行到现在还是没有动作呀。你们晚了一点。晚了一点是吧？热一点来，那更好钓。热一点更好钓是吧？哎，对。现在也是给我们20多天了。应该20多天了。这个现在星期六、星期天人多一点。这都是外地的朋友。重庆的。重庆也过来。重庆也过来。重庆的有江西的。江西。那个河南的。河南也过来。河南也过来。周边都往这跑。都往这跑。我现在也是，只要有大鱼钓，你别像他们了，我们也是千里迢迢赶过来嘛。白天的作钓虽然没有看到鱼饵的踪迹，但应对大鱼经验丰富的大毛并不觉得气馁。夜晚回到岸上休整之后，一早再次来到水边蹲守。以大毛多年的经验来看，钓大鱼的方法并不神秘，只要坚持自己的方法，耐心守候，总会有惊喜出现。哇！完了！哎呦，这条大喽！这条大喽！这条有点分量了，这条，它现在还没发力，这个鱼就不能给它见亮光了。哎呦，还得玩，快！不好，要拔河了，不好。拽不起来，它这个鱼。现在就是不能给它看到亮光。我来慢慢打杆子吧，看杆子能把它绷起来一点。这个杆子这咬力还是真的是不错，顶起来了。不能再给它下沉水，再给它下沉水就完了。一旦冲出去就不好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弯弓，这个杆子，这个鱼真不小，这个鱼我不知道现在没看到，不知道多大，还在摇，顶不起来它。它还在往下游，还在游。哦，坏！哦，又下去了。哦，它就是往下载。我现在就怕它往前冲，它要不往前冲都不要紧。好，起来一点就好了。
赶头一下就完，坏，好。哦，错水了，快错水了，错水了。他这一出水不让他下去，他就没力了。快拉烧网，快啊！我让你烧你再烧啊，不要动啊！准备啊，准备烧，快，好，别动，好。哎呀，让我休息一会儿吧。上午8点，一直稳立水中的浮漂终于传来了信号，连日的坚守总算有了收获。一尾巨物的上钩，虽然让大家措手不及，却也在大毛的意料之中。钓大鱼总要耐得住寂寞，数日的守候终于应验了这句话。这尾乌青硕大的个体，着实刺激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。但是追求更大个体的渴望，还是让大毛回到钓位继续蹲守。下午4点，就在大家都以为今日的作钓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一尾鱼儿轻轻咬钩，大毛再次挥竿搏鱼。有，还不能发力，轻轻的。喂，这条鱼不小，这条也应该是青鱼啊。还是轻一点，不要给它见到亮光。一见到亮光啊，鱼啊就容易发力。这鱼应该还可以，因为这个鱼不穿嘛，大鱼一般都不穿。尽可能的，我们用竿子的力量，慢慢的耗它，把它力量耗掉。如果你现在给它看到人，它应该就要会冲了。哦，青鱼，不大这条鱼啊，力量那么大，还在往下要，线，还在往下要。现在就来回领它，尽量不要给它看人，来回领着它走。你刚才让它见了一个光，它马上就打尾巴。我现在怕它往前冲，还在往下要。哦，好。啊！这条不大，那么大劲，这条鱼。现在你想跑，你走不掉了。你现在肯定走不了了。它已经差不多了，正口。好，慢点。夜幕开始降临。今日连中2尾的大毛虽然斩获颇丰，可是为了追寻远处更大的个体，还是决定转攻华漂。蔡咸水库之行仍在继续，渔获个体能否再次取得突破？敬请期待下期精彩。